空气有时是安静的，但那种安静并不纯粹，像是有什么尚未被说出口的声音，悬在心里的某个角落，等待被听见。你或许曾经以为，爱自己是一个结果，一种完成式的状态，好像当你变得足够自信、足够稳定，不再被情绪拉扯时，就代表你终于学会了。但后来你慢慢发现，那并不是一个抵达的地方，而是一段反复展开的过程，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。那个对话不总是温柔的，有些时候它带着质疑出现。为什么你又这样做了？为什么你还是放不下？为什么你总是需要别人的肯定？那些声音不像爱，更像审判。于是你开始抗拒内在的声音，试图让自己变得更正向、更理性，甚至用力地告诉自己要爱自己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拉扯。一部分的你在努力靠近光，另一部分的你却被留在阴影里，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。于是你开始疲惫。你不是真的不想爱自己，你只是发现那个被你称为爱的东西，有时候太像要求，太像一种你应该成为更好的人的压力。直到某个瞬间，也许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夜晚，你终于停下来，没有再急着修正自己。你只是静静地问了一句：现在的我到底在感觉什么？那一刻，对话开始变了，不再是批判与反驳，而是一种缓慢的靠近。你开始听见那些你曾经忽略的声音。他说：其实我很害怕。他说：我只是想被看见。他说：我已经撑很久了。那些话并不完美，甚至带着脆弱与混乱，但你没有再急着纠正它，你只是让它存在。这样的允许一开始很陌生，你会怀疑，这样真的算爱自己吗？没有变得更好，没有更有力量，只是单纯的陪着自己的不安与不完整。但慢慢的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很细微的转变。当你不再急着否定自己，内在的声音开始变得柔软。不是因为它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它终于被理解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过去让你困扰的情绪，其实从来不是敌人。他们只是用比较笨拙的方式，提醒你某些被忽略的需要。当你愿意听，他们就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出现。这时候，爱自己不再是一种口号，而是一种关系，一种你与自己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。你开始知道，即使你再次跌回熟悉的模式，即使你又感到焦虑、怀疑，甚至退缩，你也不会被自己抛下。因为那个对话还在，它不再只在你状态好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你最混乱、最不确定的时候依然存在。你开始理解，所谓的成长，并不是把所有负面的部分清除，而是让它们有地方可以被看见。而爱就发生在那个看见的瞬间。也许你还是会偶尔迷失，还是会不小心用过去的方式对待自己。但不同的是，你会更快地察觉，更早地回到那段对话里。你会再一次问自己，你现在怎么了？然后静静地听。那样的过程没有终点，它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完成时刻，不会有一个你终于可以说我已经完全爱自己了的瞬间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是活的。它会随着你经历的每一段关系，每一次失落，每一个微小的喜悦，不断改变样子。你不再需要变成某种理想中的样子，才能值得被爱。你只需要持续地回来，回到那个愿意听自己说话的位置。在那里，你会慢慢明白，爱自己从来不是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
而是在所有变化之中，依然没有离开自己。在某个不被注意的时刻，你忽然感觉到一种轻微的偏离，不是剧烈的崩塌，也不是明显的失去，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空。你还是照常生活、说话、回应、完成该做的事，甚至看起来一切都还算顺利。但只有你知道，内在有一部分好像没有跟上来，它停在某个地方，安静地等着你回头。爱自己，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发生的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察觉到自己正在离开自己。你开始试着回来，一开始这个回来并不明确，你只是多停了一下，在情绪升起的时候，没有立刻压下去。你只是让那个感觉多存在几秒钟，但那几秒已经改变了什么？你开始听见一些过去被忽略的声音，它没有逻辑，甚至有点混乱。他说：“我其实很累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再这样撑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”你没有反驳。这一次，你没有急着告诉自己应该坚强，也没有用任何理由说服自己要继续。你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陪着这些话出现。那种感觉很陌生，因为你过去习惯的是修正，是让自己更符合某种期待，更接近一个应该成为的人。但此刻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只是没有离开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你不再急着把自己拉走，那些情绪开始变得柔软，不是消失，而是转化。他们不再需要用那么强烈的方式出现，因为他们终于被接住了。你开始理解，所谓回到内在，并不是找到某个完美、平静的状态，而是愿意进入那些不舒服，甚至混乱的地方，仍然选择留下。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，你与自己之间慢慢形成一种新的默契。当你难过时，你不再急着转移注意；当你焦虑时，你不再立刻寻找解答。你会先问：现在的我需要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有时候是休息，有时候是界限，有时候只是单纯被允许。你不一定每次都能听懂，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做到，但那不再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开始愿意问，愿意让自己有机会被理解。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外在的一切不再那么容易动摇你。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温柔，而是因为你内在多了一个稳定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不评价你，不催促你，也不要求你立刻变好。它只是一直在那里，等你回来。有时候你会忘记，会再次被外界的声音带走，会再次用熟悉的方式对待自己。但不同的是，你会更快察觉那种偏离，那种我又不在自己里面了的感觉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。而每一次察觉，都是一个新的入口。你不需要完美的待在内在，你只需要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回来，就像呼吸一样，离开，回来，再离开，再回来。没有谁会责怪你，因为这本来就是过程的一部分。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状态，而是一种流动，一种你在迷失与回归之间逐渐熟悉自己的旅程。你会慢慢知道，不论你走到多远，内在那个位置始终为你保留。它不会关上，也不会消失，它只是静静的存在，等你愿意回头的那一刻，再次把你接住。
不是在某个高光时刻，也不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你才想起要爱自己，反而往往是在那些微小、几乎不被注意的瞬间里，那个选择悄悄发生。也许只是当你准备答应一件其实让你不舒服的事情时，心里有个很轻的声音出现。它没有很大声，甚至带着一点犹豫。他问：你真的想这样吗？你愣了一下。过去的你可能早就点头了，因为不想麻烦，因为不想让人失望，因为习惯把自己放在后面。那几乎是一种自动反应。但这一次，你没有立刻回应外在，你先回头看向自己。那一刻很短，却很关键。因为爱自己常常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选择，而且是需要不断重复的选择。你可能以为只要做出一次对自己好的决定，就代表你已经学会了。但后来你会发现，每一个情境都在重新邀请你，邀请你再次确认你是否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有时候你会做到，你会说出真正的想法，会为自己的界限负责，会在疲惫的时候停下来。那种感觉很踏实，不是因为你变得多厉害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离开自己。但也有很多时候，你会再次退回熟悉的模式。你还是会勉强自己，还是会迎合，还是会在做完决定之后，才发现心里其实很不舒服。然后你开始责怪自己，为什么又这样？为什么还学不会？但就在这里，另一个更深的选择其实正在发生。你可以选择继续批评，也可以选择停下来。你可以选择把这次当成失败，也可以选择把它看成一次看见。当你愿意这样转身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爱自己并不只是做对的选择，也包含了在做错之后，仍然愿意理解自己的那一刻。这样的理解不是纵容，而是一种更诚实的靠近。你开始愿意承认，有些习惯不是一夕之间可以改变，有些反应是过去累积出来的保护方式。它们曾经帮助你生存，只是现在不再那么适合了。当你这样看待自己，内在的对话开始改变，不再只是对错，而是多了一点空间。在那个空间里，你可以慢慢调整，慢慢学习新的选择。于是，爱自己变得很具体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。在你决定是否要休息时，在你回应他人期待时，在你面对内在声音时，每一次你都有机会再选一次。你不需要每次都完美，你只需要在察觉之后愿意回来。这个回来本身就是一种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些你曾经以为很困难的选择，开始变得比较自然。不是因为外在变简单了，而是因为你内在的立场改变了。你开始习惯把自己放进考量里，不是自私，而是完整。你不再需要透过牺牲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也不再需要透过迎合来换取被需要的感觉。你知道，你本来就值得被放在其中。这样的知道不会一夕之间稳定，它会摇晃，会被挑战，会在某些情境里再次动摇。但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已经开始练习了，一次又一次。选择自己，有时候很明确，有时候很微小，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偏离。但每一次回头，都在让这段关系更稳一点。你与自己之间
不再只是责任，而是一种慢慢建立的信任。你开始相信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会试着站回自己这一边。这份相信不是来自完美，而是来自那些你曾经跌倒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时刻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决定，而是一种在每一个当下愿意再次选择自己的勇气。有些失衡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的偏移，一点一点的把你带离原本的位置。你没有立刻察觉，你还是照着日常前进，回应世界的节奏，完成一件又一件应该完成的事情。只是某些时刻，你会突然觉得卡住，说不上哪里不对，却也无法真正放松。像是所有事情都在运作，但内在却没有跟上。那种不协调，不是外在能轻易修正的。你试着让自己更努力，更有效率，甚至更正向。你告诉自己，只要再撑一下，只要再调整一下，一切应该就会回到正轨。但那份卡住依然存在，直到你开始意识到，也许问题并不在于你做得不够好，而是在于你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这个念头一开始让人不太习惯，因为你早就习惯先看外面，看别人的期待，看环境的标准，看什么才是对的。于是你学会调整自己，让自己变得刚好，刚好符合，刚好不被拒绝。但在这些刚好的背后，有一部分的你被悄悄地收起来了。久了之后，你甚至忘记那一部分原本是什么样子。于是你开始寻找答案。你以为需要一个方法，一种更有效的策略，来让一切重新变得顺畅。但慢慢的，你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真正的起点其实很安静。它不是一个外在的改变，而是一个很内在的转向。当你开始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不再急着修正世界，而是先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，却打开了一条不同的路。你开始听见那些被忽略的感受，有些是不安，有些是疲惫，有些甚至带着一点委屈。过去你会立刻想解决，想让它们消失，但这一次你没有那么快行动，你只是让它们存在。那种停留慢慢让内在出现一种微妙的调整，像是原本松散的东西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你没有刻意去对齐什么，但有些东西却自己回来了。你开始更清楚什么让你舒服，什么让你勉强。你开始分辨哪些选择是出于真实，哪些只是习惯。这样的清楚并不剧烈，却很稳定。而这份稳定慢慢影响外在的一切。你说话的方式改变了，不再只是迎合，而是多了一点真实。你做决定的节奏改变了，不再只是快速回应，而是多了一点停顿。那个停顿就是你与自己对齐的空间。当你开始这样活着，很多事情会自然调整。有些关系会更靠近，因为你不再隐藏；有些距离会拉开，因为你不再勉强。这些改变一开始可能让人不安，因为它打破了原本的平衡。但那其实不是失去，而是重新排列。当你站回自己这一侧，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会慢慢离开，而真正适合你的会开始留下。这样的过程不一定舒服，它可能伴随着犹豫，甚至短暂的混乱，但你会在其中感觉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方向，
那不是外界告诉你的路，而是你自己长出来的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所谓的对齐，并不是让一切变得完美一致，而是当你愿意回到自己，其他的一切会慢慢找到适合的位置。爱自己，不是最后的奖励，而是一切开始的起点。当你愿意站在自己这里，你的感受、选择、关系与方向，都会一点一点的回到他们原本该在的地方。夜深的时候，有一种静，不是外界给的，而是从你身体里慢慢浮上来的。那种静，像是某个长期被忽略的讯号，终于穿过层层忙碌与声音，抵达你的意识。你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待在自己里面。你一直在回应期待，回应关系，回应那些看起来必须完成的角色。你并没有停下来问，这些方向是否还与你一致。于是你开始觉得疲惫，不是因为做得太多，而是因为你走得太远，远离那个最初你真正想要靠近的感觉。爱自己往往不是在一切顺利时发生，反而是在这种偏离被察觉的时刻，它悄悄出现。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，而是一个很细微的转身。你不再把注意力投向外面，而是慢慢收回来。你开始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像是一扇门，打开之后，你会看见那些曾经被压住的情绪。有些是焦虑，有些是失落，有些甚至带着你不太愿意承认的渴望。过去你可能会想修正它们，让自己更符合某种应该，但这一次你没有那么快行动，你只是让它们存在。在那个允许里，一种奇妙的转变开始发生。你没有努力改变什么，却开始感觉到某些原本松散的东西正在慢慢对齐，像是内在的碎片重新找到了彼此的位置。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，不是外界告诉你的价值，而是你在安静里依然会想靠近的方向。这种清楚带着一种安定，不是强烈的确定，而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知道。你不再急着抓住什么，也不再过度解读外在的回应，因为你开始明白，当你与自己对齐，你与世界的关系自然会改变。有些事情不再需要用力推动，它们会在适合的时机出现，像是早已安排好一样。这不是控制，也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流动。当你不再抗拒内在的声音，当你愿意让自己的真实存在，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外在的机会与相遇，其实都在回应你的频率。这时候，宇宙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，它更像是一种共振。你内在的状态会在外在形成回声。当你混乱时，世界也显得凌乱。当你开始稳定，你会看见更多刚刚好的安排。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，而是你站的位置不同了。爱自己就是这个转变的起点，不是让一切变得完美，而是让你回到那个可以与一切连结的位置。在那里，你不需要追赶，也不需要证明，你只需要存在。而当你这样存在时，你会慢慢感觉到，有一种力量，并不是来自努力，而是来自对齐。那是一种很安静的力量，它不张扬，却稳定地支撑着你。你开始相信，有些事情不需要急着完成，有些答案会在时间里浮现。你开始放松，不是放弃，而是不再用紧绷去抓住未来。
因为你知道，当你没有离开自己，你就没有离开那条属于你的路。于是某个瞬间，也许没有任何人看见，也没有特别的标记，你只是轻轻地回到自己。而就在那一刻，你与宇宙重新对齐。清晨的光还没完全亮起，窗外的世界带着一点微醒的模糊。你站在那里，忽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不是悲伤，也不是快乐，更像是一种长时间奔走之后突然停下来的空白。你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却同时意识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真正在这里了。身体在，思绪却总在别的地方，不是过去，就是尚未发生的未来。而此刻，当一切慢下来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你已经离开自己很久。这个发现没有责备，却带着一点轻轻的震动，像是有什么正在被唤醒。爱自己，也许就是从这样的瞬间开始，不是因为你突然学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看见自己曾经错过了多少与自己的相遇。你开始想回来，不是回到某个完美的状态，而是回到那个可以感觉的地方。一开始，这种回来有点生疏，你不确定该怎么做，甚至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在找什么。你只是试着停下来，不再急着填满每一个空隙。于是，一些声音慢慢浮现，它们不整齐，甚至有点混乱。他说，我其实有点孤单。他说，我好像一直在努力证明什么。他说，我不确定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。这些声音你曾经刻意忽略，因为它们让人不安，也没有立即的答案。但这一次，你没有再把它们推开，你只是静静的听。那种听，没有分析，没有修正，只有一种单纯的在场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陪着自己，某种深层的连结开始出现。那不是外界给的肯定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成功感，而是一种很原始的感觉，像是你终于再次遇见了自己。而就在这个相遇里，你也开始感觉到另一种更大的存在，不是具体的形象，也不是可以被定义的东西，更像是一种回应。当你真实的存在，当你不再逃避自己的感受，外在的世界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你。一些刚刚好的巧合出现，一些原本卡住的事情松动，一些人与人的连结变得更自然。你会忍不住怀疑，这一切是不是只是巧合？但内在某个地方知道，那不是偶然，那是一种重新连上的状态。当你与自己对齐，你与世界的关系也重新被打开。你不再只是用力地往外寻找，而是开始感受到一种互动。你发出什么样的状态，世界就回应什么样的频率。这时候，宇宙不再遥远，它不在某个高处，也不需要被仰望。它就在你每一个真实的感受里，就在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一刻。爱自己，于是变得不再只是关于自己，它成为一个入口，一个让你重新与万事万物产生连结的入口。当你愿意靠近自己，你也同时靠近了这个世界的流动。你开始相信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强求，不是消极，而是你知道，当你站在对的位置，该来的会来。这份相信不是盲目的期待，而是一种在经验中慢慢建立的感觉。你看见自己从混乱走向清晰，从用力走向自然，从怀疑走向一种安静的确定。
于是你明白，爱自己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地方。当你愿意回到自己，你不只是找回了内在的平衡，你也重新走进了与宇宙相遇的流动之中。而那个相遇，不在未来，就在此刻。当你真正存在的这一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